霍成涵可真会享受，居然收藏了这么多名贵的酒，还有我最喜欢年份的葡萄酒。既然你不解除婚约，就别怪我喝光你的酒。起来。你又想偷我玉坠？霍成涵，你是不是看上我的钱了，所以才不跟我退婚？你还有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是个富婆，我也不会给男人花钱的。给男人花钱会倒霉一辈子。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花。哼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沈岩，你小时候真没被绑架过？你要绑架我，然后要赎金？我告诉你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要命一条，要钱没有。这人喝醉酒，脑回路如此奇特，钱比命还重要。你这张脸我还是挺喜欢，当劫匪没前途，要不你给我当小白脸，每个月给你100。100？不行不行，100也太多了，男人得白嫖。沈岩，当年的小女孩到底是不是你？林安，帮我查一下沈岩的详细资料，还有他小时候的经历，包括他小时候有没有被绑架过。好的。现在清醒了。啊！我的衣服你换的？你怎么可以趁人之危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而且你吐了一身，你想和呕吐物睡吗？我酒品虽然不怎么样，但也不至于吐吧？骗你的，佣人给你换的。该起来了，爷爷在下面等我们。石头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爷爷，我很好。这臭小子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爷爷，爷爷帮你教训他啊！爷爷，我可喜欢他了，他对我可好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好，看你们相处的这么好，我看不用等3个月了，今天就给你们把结婚证领了。爷爷，这有点太快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……沈岩的目的是想要跟我解除婚约，而不是真的喜欢我。刚为什么拒绝？你不是第一眼就爱上我了？我呀，不喜欢强人所难，要想结婚，得先让你爱上我，不是？好，我等着。霍成涵坏掉的脑子，该不会真的要拖到3个月后吧？这是霍氏下午负责拍摄的广告，你来负责。霍总说了，你来秘书部，那就是秘书部的一份子，没有特权。好。喂，婉儿，我把林哲的广告让沈岩去负责。林哲是出了名的爱挑刺，
我们就等着沈岩出丑吧。你做得很好。天气这么热，怎么没人给我打个伞呢？林少你好，我是此次拍摄负责人沈岩。妍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现在不是应该环游世界，或者躺着500米的大床上吗？仔仔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妍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这光明正大的搂搂抱抱，不过还挺帅的，这么好。是啊是啊。好，今天的拍摄就结束了啊，辛苦林少了。妍姐，拍的不错呀。妍姐，吃饭去，我请你。哎呀，我不去了，我工作还没做完。不是吧，妍姐，住大庄园环游世界不香吗？为什么非要来霍氏上班？真是破产了。我养你啊。姐的世界你不懂，我还得继续工作，你去吃饭吧。我走了。爷爷帮我们订了餐厅，走去吃饭。妍姐，你下班了可以去吃饭了吧？仔仔，霍大哥，你们认识？妍姐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不是要吃饭吗？哦，对，走。妍姐，我敬你一杯。妍姐，好端端怎么来霍氏上班了？你跟霍大哥什么关系啊？爷爷叫来的，我跟他婚约关系。霍大哥传闻乡下的女友就是你啊！霍大哥哪配得上你啊？高冷又无情，还不如我好呢。林哲，你之前看上的那台车，你哥托我帮忙送你，我觉得现在没必要。霍大哥，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你和妍姐还是挺配的。仔仔再见，路上小心。妍姐拜拜，有空找你玩。拜拜，拜拜。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我是喜欢你，可是也不妨碍我喜欢别人呀。我这个人呢，比较不爱。提醒你一句，林家的门很难进，毕竟你比林哲大2岁。把这些文件全部弄到电脑里，今天必须完成。既然这么着急，为什么不早点给我？让你做你就做，婉儿现在是你的上司，别以为你和大明星认识就可以走后门。终于搞完了。你还有多久弄完？我已经弄了，要下班了。不行，你现在还不能下班。我刚接到陈总电话，还有一份数据需要你加上去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那你直接把数据发给我，等你过来太晚了。不行，内容比较复杂，你没接触过，我现在就过去，跟你一起加班。你有什么抱怨的？表哥，你回来了？哎，沈岩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这都11点了，不知道又去哪儿鬼混了。真是个土包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孩儿，沈岩他一个人作风不正不要紧，一旦被传出去，影响你的名声就不好了。
等你爷病好了，立马将这门婚事给退了。我自有打算。救我！沈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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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怕黑？你怕黑？别害怕。别怕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。别走，陪着我好不好？别怕，安安，别怕。安安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沈岩，你身上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是你带我回来的。你照顾了我一整晚。陈寒，我好感动，恨不得以身相许。那就许吧。没发烧啊，这脑子还没好。干什么？我观你面相虚弱，要不我给你挂个脑科，检查一下脑子。我只是怕你出事，到时候没法和老爷子交代，别自作多情。看这霸道总裁的意思，脑子应该快好了吧？不能在他屋里。土包子，你们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觉得呢？贱人，你臭不要脸！总裁，这是沈岩小姐的调查资料，她小的时候并未被绑架。你确定？总裁，沈岩小姐的过往非常简单，在她13岁的时候，父母出车祸过世，被乡下的爷爷接回去，然后跟爷爷生活在一起。林安，你调查多少天了？就查出这么点东西，连个学校都调查不到。你上次收到的信息还被质疑过吧？总裁，我调查出来的就只有这么多。继续查。喂，婉儿，我今天被沈岩那个贱人算计，被总裁骂，他还当着我的面勾引总裁。什么？你一定要把这个土包子赶走，不能让他骑在你头上。贱人，给我等着！你还知道来上班，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？有事耽搁了。有事耽搁？上班第3天就旷工，你真当自己是少奶奶？第一，我是迟到，并未旷工；第二，我有请假。还敢狡辩？你什么时候给我请过假？无故旷工，你被开除了。霍晨寒都没开除我，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？沈岩，你不会以为你是总裁未婚妻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吧？在公司里，谁不知道霍总他讨厌你，连眼皮都懒得眨一下，根本不会批你的假。说不定还会感谢我把你这个乡巴佬给赶出去了。给我滚出去！我只说一遍，捡起来。不捡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既然你脸皮子这么浅，帮你抽抽。这个乡巴佬，你这干什么？霍总，是他先旷工，他还要打上级。他又向我请假，难道还需要你批准不是？霍总，我以为他在说谎呢，不过他刚才打了我一巴掌。是我先打的，我这人呀，就爱助人为乐。明明是你先动手。你无缘无故丢弃他的东西，被他也是你自找的。啊，对了，昨晚的事，你不该给我个交代吗？昨晚什么事啊？昨晚你说要送数据给我，
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数据要送的。你故意害我在公司白等了你一晚上，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我昨天只是让你好好工作完之后再回家，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送数据了？你这……我刚接到陈总的电话，说还有一份数据要加进去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霍总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假的。真的假的？找专家鉴定一下就知道了。他向沈岩道歉。对不起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对不起。我不希望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。上车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很难打车，我可不想像上次那样，半夜把你从公司捞回来，然后再照顾你一晚上。那不都是因为你？刘晶晶针对我，都是因为徐婉儿。我不相信徐婉儿，你看不出来她喜欢你？吃醋？你干嘛？帮你系安全带。不用，我自己系。这周是徐老爷子70大寿，你别忘了，你也要去，记得给我安分点，别给我们霍家人丢脸。年轻有为啊，真不错啊。咱们喝一个，来。沈岩，有事儿？你最好识相点，等会儿在宴会上宣布和陈寒哥哥的婚约解除，不然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倒想看看怎么个不客气法。你个土包子，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小心我徐家让你在整个北城都待不下去。那你就试试。既然你不识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是他，我刚才看到的就是他。沈岩，没想到居然是你偷了我的钻戒。真没看出来呀，霍总的未婚妻原来是个贼。什么未婚妻呀，不过是乡下来的土包子罢了。他是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珍贵的钻戒，只好找别人的偷喽。婉儿，别跟他客气，咱们直接报警吧。这就是徐婉儿口中的不客气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爷爷，沈岩他偷了您送给我的钻戒。沈小姐，你偷了婉儿的钻戒？没有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，不过是婉儿喜欢它。如果沈小姐你也喜欢，我再送你个更好的，请把这枚钻戒还给婉儿吧。我又没拿，怎么还？沈岩，你还想狡辩？刚刚婉儿在卫生间不小心将戒指落在了卫生间的台上。刚刚卫生间里面只有你，并且有服务员亲眼看见是你将戒指拿走的。这个计划天衣无缝，只要陈寒跟这个乡巴佬解除婚约，霍家少奶奶的位置就是我的。你亲眼看到我拿了徐婉儿的钻戒？钻戒就在她的提包里，还不赶紧把钻戒还给婉儿？这个乡巴佬跟我们霍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哥是不会娶一个小偷进门的。既然这样，请沈小姐完璧归赵吧。我说了，我没拿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拿没拿，只要把你的提包给大家看，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慢着，发生什么了？陈寒哥哥，沈岩他偷了我的钻戒，他不承认。把包拿来。你也觉得是我拿的？这狗男人是眼瞎了吗？沈岩，这就是我的戒指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现在把戒指捡起来，并向我道歉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。哎呀，婉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这种贼呀就应该直接报警。报警，正合我意。当着警察的面揭穿徐婉儿更有意思。不是的。哥，你别再被他给骗了。陈寒哥哥，
戒指是从他的包里找到的，你还要偏袒他吗？我信他。刚才不是要检查我的包，怎么又信我了？哥，去调监控。是，总裁。总裁，宴会厅的监控坏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如果我动了那个戒指，那戒指上就会有我的指纹，只要找专家验明一下，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这太麻烦了，沈岩，只要你现在向我道歉，看在纯寒哥哥的面子上，这件事儿就算了。怎么，徐小姐不敢验？既然你这么不知死活的非要检查指纹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过来。鲍总，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，这枚戒指上有沈小姐的指纹。沈岩，现在检查结果也证明，这戒指确实是你偷的。你之前向我道歉，我还可以不追究，现在晚了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，送到警察局去。以后这圈子里的人不得天天说我们霍家出了一个小偷？你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快给我！干什么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不管她是对是错，都由不得你来惩罚她。陈寒哥哥，他就是个小偷，你还要护着他？一个1克拉的钻戒，我还真看不上，更不屑偷。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在狡辩？如果我能证明这不是我偷的呢？你要是能证明我把这个戒指给吞了，你要是证明不了，你就给我跪下，边打自己耳光，边说自己是下贱货。好，我答应。不自量力的蠢货，戒指给我用一下。这手怎么了？是啊，我对白金过敏，只要手碰到就会又红又肿，几个小时才能恢复。这戒指的指托是白金做的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做了手脚。这一看就是手过敏，他没有说谎。这都红了。是你亲眼看到我未婚妻偷的戒指？对不起，沈小姐，其实这个戒指是我偷的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妈病得太重，急需做手术，我才一时想歪。既然是你偷的戒指，那戒指怎么会在她的包里？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偷的。算了，这戒指找回来了，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。谢谢徐小姐。既然婉儿已经原谅了你，那此事就算了。他不追究，我追究。徐小姐，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，你没忘记刚才说的话吧？这个戒指你是不是该吞了？这戒指虽然不是你偷的，但我知道你很喜欢它，毕竟它价值10万块。我把这戒指送给你，赌约作废。我的天啊！谢爷，您是我最敬重的人，愿赌服输。就这？上车。为什么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？不然呢？你可以用别的办法，比如一枚戒指而已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我看上的是霍家的家产。那你好好努力。哎，只是过敏，没什么大碍，我给你开支药膏，涂一下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我们为什么住这儿啊？回去之后，我怕徐家会找你麻烦。哦，我去洗澡了，记得上药。你怎么这么快？
喜欢吗？你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赶紧把衣服穿好。我刚才可是在帮你，你不感谢我？我去洗澡了。干嘛？你东西掉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要换洗的内裤不见了，快给我！这样的场面也太尴尬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来我们秘书部也有好几天了，这是我们公司和法国 Lady 时尚下一季的合作项目，你来跟，这是合作项目的资料，你抓紧看。行。法国 Lady 时尚一直是由我跟进的，可总裁却让我交给他，凭什么？